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鸟。好多粉丝说我就爱听浩哥说这首定场诗啊，这就是郭文贵的催命符啊！你说了6年就把郭文贵说到监狱里边去了。郭文贵的闹剧，他在美国被判30年不准假释的徒刑而暂告段落啊。今天呢，我通知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些被郭文贵骗了的中国蚂蚁啊，很多的网友说浩哥这些年功德无量，救了很多的人啊，这个很多的人由于看了你的节目是少被骗或者是没有被骗，自己的这个身家啊保住了，谢谢，我是做公益事业啊，各位。咱们通知啊，一个重要通知，是因为郭文贵已经被判刑了。7月1号纽约南区法院下放了关于追加特定财产金钱判决补充初步的没收令。注意啊，规定除被告以外，任何对追加特定财产主张权益的人，必须在此官方政府官方互联网网站发布的公告之日起60天内2个月内啊，或者是收到实际的通知邮寄之日起不超过35天内提交请愿书。提交请愿书的意思就是对美国政府没收郭文贵的这些财产持有异议。你说我投资了郭文贵多少钱，是通过什么方式从大陆转到郭文贵控制的那些农场主的个人账号下，后来这些钱被确定认为是郭文贵行骗的财产。我希望美国政府把这些财产不要没收，而是返还给我。这是最后的机会，诸位啊，这是最后的机会。所有的这些被骗了的投资者各位啊，可以到纽约南区法院的网站上去找到联系方式，把你们的凭证和你们的诉求发给他们，这是你们要回自己被骗钱财的最后的机会。各位，其实老郭还有很多的财产等待着处分，你现在要登上记。你比如说老郭在香港的豪宅现在已经是被没收了，那至于什么时候拍卖拍卖的这个钱是香港政府还是美国拿着，这都两说着。现在你们赶快登记去。 In light of Miles Kwok's 30-year sentence yesterday in New York, I thought I'd stop by his home in Hong Kong. So we're currently in Repulse Bay, and this home Miles purchased in 2011 for over 880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which comes around to 113 million US. This area is ultra exclusive and no one is letting me film anything, so I'm gonna quickly get some footage and try to show you guys around. 郭文贵忽悠的中国的2个这个运动员郝海东、叶钊颖忽悠的他俩是屁眼朝上，放弃了这个在中国当个网络名人直播带货发大财的机会，让郭文贵以每个月就是发个这个几千美元然后聘请他是什么新中国联邦的发言人、大总统忽悠的这2个人现在呢是可以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身败名裂，对吧？那只能是跟着郭文贵一条道走到黑，再诈骗一点那些神经病傻蚂蚁的血汗钱现在呢他俩就靠现在蚂蚁帮里面诈骗这帮蚂蚁的那点钱为生了。郭文贵都进去了，
叶昭颖其实你看叶昭颖那个面相，那就不是一个正常智商的人。郝海东应该不是蠢，他是坏，这个叶昭颖是真蠢啊！这叶昭颖还在向七哥表忠心呢看完了昨天联盟的直播，这么多战友到了纽约，真的感受到新中国联邦的力量。无论我们输了多少次，只要我们最后赢一次就够了。团结一心，永不放弃，上天会感受到我们的决心，助我们一臂之力量。战友们加油啊！这是真蠢啊，这娘们儿。那有人说，那他俩现在已经回不了头了，那只能是在这蚂蚁帮里边苟延残喘了，再骗点钱，骗一点是一点了吧？是。这个蚂蚁基本上那些醒不了的蚂蚁都是一群精神有毛病的邪教分子。你是今天来参加旁听的吗？对。你希望他被判多少年呢？判什么判？郭文贵被判肯定翻转。什么反转呢？他定罪9项罪耶。这个1审2审3审还有上国会的，你不懂美国法律。那你是懂你懂美国法律了？对。那你知道他是诈骗吗？被陪审团不是诈骗，他是黑帮。不是黑帮，是灭共的。灭共的他灭了吗？什么灭了吗？他是诈骗灭共的过程当中。你被骗了多少钱？谁告诉你我被骗了？我就说问你嘛，我担心你嘛。谁告诉你？你因为他诈骗了10亿美元嘛，我就是说你是不是受害者嘛？就是说我不是受害者，我是投资者。你投资者。已经判他是诈骗罪了，他9项罪名你难道你别瞎说？王艳平被判刑10年，你不知道吗？这位先生，他去年1月6号在大雪天他是首先自己认罪的，他是认罪的。他这个案子翻过来呢，王艳平也被放了。王艳平都坐监狱了呀，都在服刑呢。坐冤狱多了，美国也有冤狱的，跟你说。你说他做的是冤狱你是这样理解的那什么时候你才觉得他是真正的有罪呢？明年如果共产党倒了，你还会认为他是？你们说特朗普要特赦他，怎么没有特赦呢？我们七哥不要特赦。哎呦，他这么高风亮节特赦都不要，减刑呢？你没听说过吧？减刑他都不要减刑都不要。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迷途知返，知道吧？就是尽量的朋友不要再往里面投钱了，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关心父母的健康，关心子女的学习。私募基金你不懂的，华尔街每天有多少私募基金投资失败，钱就没了嘛？这很正常你认为被这个钱投进去没有收益是正常的？华尔街不是上不了市的话，我们不要扯他们，就扯你们，不要扯华尔街，你知道吧？那个太远了。未来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什么时候上市嘛？敲钟了没有股票代码是多少呀？将来你别瞎说。将来，你的一切都是寄托在将来你是不看现实是不是大哥说不定你将来和一个意外，什么时候知道？明天。你如果打了3针以后不要倒下来了。打什么3针呢？打疫苗你打了疫苗了吗？我怎么会打疫苗你不打疫苗打疫苗的3针的5年之内都差不多了。的哥是精准的捕获了一批这样的傻子，精神有毛病的蚂蚁们。七哥不骗他们，都对不起他们的智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恨铁不成钢，对吧？但是七哥的存在那是有道理的当然了，也有醒悟的蚂蚁。大家好，我是 Coco。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终于对郭文贵案做出了正式判决。郭文贵因9项罪名被判处360个月，也就是30年监禁。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欣慰，因为我一直相信事情终究应该有一个结果。今天我终于等到了。从2023年3月15日
他被美国联邦政府逮捕，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这中间宣判日期一次又一次被延期，走到今天，我心里真的是感慨万分。因为我不是旁观者，我曾经是郭文贵的支持者，更准确地说，我曾经是所谓的郭蚂蚁。那个时候，我不仅不觉得丢人，反而觉得很自豪。我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甚至觉得自己有幸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可是，当我真正醒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不愿意向任何人提及这段经历。一方面我羞愧难当，另一方面担心说出来别人会怎么看我。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不断地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相信？为什么会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那么多明显的漏洞我却一直没有看见？今天我终于决定把这段经历讲出来。那几年，我每天刷他的直播，等着大事发生。从一开始，他的郭7条就被我们这些蚂蚁当作支持他的信条。他说给他3年时间要把共产中国推翻，他说还要砸重金推倒防火墙。后来他又要建立所谓的新中国联邦。2018年他成立法治基金法治社会，我真的捐过钱，因为我相信那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儿。后来他说要组建新中国联邦的国家团队，还公开招募国家总理。当然这些都是没有下文的。再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些蚂蚁，不仅要反共，还要一起发财。于是 GTV 等一系列项目出现了，我也投资了 GTV。 幸运的是，我的钱后来拿回了大部分。但我要说清楚，这不是因为项目成功了，而是因为美国 SEC 出手制止了违法集资行为，很多投资者的钱才有机会呢追回一部分。从钱的角度，我算幸运的。真正让我失去的是时间、信任以及那几年几乎全部的注意力。后来他越说越离谱，说有人愿意出200万美元买他的精子，蚂蚁们居然也认真讨论相信。他今天说见了某国领导人商议大事，明天说中国国内体制的高层战友给他送来绝密情报，今天说要把谁送进监狱，明天又说某大佬全力支持他爆料革命，今天说要让多少个战友成为百万千万富翁，明天说要打造世界顶级媒体和超过比特币的 GB 等等。1年、2年、3年，没有一件事真正兑现。可我当时并没有马上醒悟，因为人一旦投入了时间、感情和金钱，就会拼命给自己找理由，继续相信，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今天回头看，我不想简单的说自己当年多傻。很多人相信郭文贵，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对现实不满，渴望改变，相信民主自由，或者在孤独愤怒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人每天告诉你，我有内幕，我有办法，我能带你们赢。这种话对很多人都有吸引力，对当年的我也一样。在郭文贵案件中，我慢慢明白了，一个人说反共不等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一个人骂共产党不等于他自己就是正义，一个人天天喊民主自由也不等于他不会利用别人的信任去赚钱。这几年我最深的教训就是这些。我曾经很羞于承认自己是郭粉，不愿意告诉别人我投过 GTV， 因为我觉得丢脸。现在我想通了，承认自己曾经判断有误并不可耻，真正可怕的是事实已经摆在面前，还死活不肯面对。我今天做这个视频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现在多聪明，恰恰相反，我是想说，我也曾经热血上头，也曾经把一个人的话当成事实。
如果我的经历能让哪怕一个人以后少走一点弯路，那这段经历就没白费。郭文贵让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红口白牙，满嘴谎言。我以前以为撒谎多少会心虚，后来才知道有些人撒谎可以理直气壮，今天说 A， 明天说 B， 后天再推翻前天的话，然后继续让你相信他，跟着他，马上就要赢了。更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相信他？我想，也许不是他们完全相信，而是他们投入的太多了，钱、时间、感情，甚至和家人朋友的关系。当一个人付出太多，要承认自己被骗真的很痛苦。所以有时候人不是还在相信他，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相信错了。我不想嘲笑任何曾经的郭粉，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我只想说，醒来不丢人，承认错误也不丢人。人生真正的成长，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犯错之后愿意面对它，从里面学到东西。以后不管是谁，无论他说的多正义、多激动、多伟大，我都会先问自己几句：证据在哪里？钱流向哪里了？承诺有没有兑现？有没有第三方可以验证？因为这世界上最危险的事之一，就是把一个人当救世主。而我曾经犯过这个错误。今天在郭文贵宣判的这个节点，我也算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那段经历我不再躲避，我承认我曾经相信过，也承认我后来醒了。这不是羞耻，这是成长。谢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你的经历和我相似，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七哥的这个事情呢，虽然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呢，这种人类的本性不会变，贪婪和愚蠢注定还会孕育出一个又一个的类似于像郭文贵这样的骗子。我也不要求大家能够警惕，因为智商是教不出来的。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